Hello，大家好，今天是我持续更新的第23天。在一个小频道刚开始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会去研究一下其他频道的一些经验分享，看到底怎么样子经营，怎么样子做标题啊、缩图这些，要怎么样安排呢？能够让自己所创作的内容有比较好的表现，能够被比较多人看到。那我最近呢也有做这个动作，也试着做一些调整。但是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呢，我却开始感觉哪里怪怪的。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些教学都很好，但是呢，背后呢有一个盲点。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像穿衣服一样。我们做自媒体呢，就好像穿衣服搭配，我们的内容就像是衣服，然后呢，我们就好像穿衣服搭配呢，要去展现给别人看一样。那很多人会告诉你说，衣服怎么穿搭比较好看呢？然后要怎么样子的去，要穿什么衣服啊？要穿什么裤子啊？要带什么饰品啊？要做哪些动作啊？这就像标题、内容啊，还有关键字等等，还有你的展现方式等等。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道理很简单，就像穿衣服一样，其实没有绝对说一个怎么样子的搭配，每个人穿起来都好看的，因为每个人本身有很多的条件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们的外表风格，还有我们的个性，还有我们的各方面条件。因为其实穿衣服本来就是自己个性的一种展现，还有就是要适合自己喜欢，还有就是说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情况就会有不同的穿搭。所以说穿衣服其实本来就没有一定的规则，所以同样的做自媒体不是也一样吗？所以说我就想到一句话，佛家有一句话说，无法可说是名说法，就好像到底怎么样穿衣服才好看，其实这没有什么一定固定的模式可以告诉你，也没有一套公式可以套用。但是呢，确实针对每个人，如果说一个穿衣服的专家，确实针对每个人，他是可以给你不同的穿搭建议的。但是如果说针对整体而言的话，要让这个一个穿衣服的专家说出一套穿衣服的方法是每个人都能够适用的，那是不存在的。所以无法可说是名说法。同样的，我们在读一些经典呢，佛陀所讲的道理也是一样。针对每个人的情况，佛陀确实是能够说出一个道理，是对这个人有用的。但是如果说对所有人而言，要说出一套方法是让所有人都适用的，是不存在这样的东西。那回到经营自媒体的自己的反思哈，我觉得说想到这边呢，我慢慢开始发现到这个盲区。所以说我发现在这个刚起步的时候，我觉得我更想要就是顺从自己内心的那种，你觉得怎么穿衣服好看你就怎么穿，你觉得怎么穿衣服你开心就怎么穿，先不要太在意说我这样子的穿搭方式到底好不好看，到底符不符合一般人所谓的一个穿搭的一种很成熟的一种标准。先把这些标准全部都放在一边，我们先自己去发掘自己怎么穿搭比较自然，比较真实，比较舒适，比较喜欢，比较开心。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当我发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觉得轻松很多。我觉得一切都很简单，就是呢，先跟随自己内在那种，好像我觉得啊，我们每个人的内在有一种很丰盈的喜悦感。然后呢，他想要透过这个过程，透过这个学习做自媒体的过程，他想要表现出来。但同时呢，就像我们前几天所做的一样，我们思维心又一直在学习别人的经验上来，要思考说怎么样子做会好，怎么样做可能不好，陷入了一种取舍之间，到底这样做对不对？到底那样做对不对？到底怎么样做比较好，怎么样做比较不好？那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之后呢？哎，就不会成功了？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情就会怎么样的影响？就会去考虑这些东西。但是也许这些东西都不重要，我们只要先顺从自己内在，你觉得怎么样子做舒服，你就怎么样穿衣服好看，然后呢，先持之以恒的去做这件事情，这样子可能比较重要。
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啊，我在生活当中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开了这个自媒体频道啊，我自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对于我这个频道来说啊，我更希望它是我们发掘自我对话，就是我更希望这个频道是我们跟我们自己内在一种丰盈呼之欲出的一种喜悦的感觉呢，让它能够表现的一个管道、一个平台，而不是很多的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思维判断的广播站。就是我希望呢，我在想一件事情啊，为什么叫做自媒体？自媒体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有自己的特色，然后让自己的特色展现出来的一个平台。但是我发现很多人把自媒体做成了像电视台一样，做成了像一个节目一样。可是我觉得这并不是自媒体的核心的意义。当然，你可以透过自媒体的平台去展现一个公司或是一个节目或是一个电视台的内容。当然，你也可以把自媒体变成电视台。但是我觉得自媒体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它的意义就是一个自己个人特色展现和抒发的平台。所以说，当我们在做自媒体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不要去用做电视台、做电视节目，我们不要用做大制作的节目的这种想法来看待自媒体的经营。自媒体的经营它是个人化的，就像穿衣服一样。它是非常个人化的，所以说，不然经营一些电视节目或是经营一些大制作的项目的经验各方面，你可以参考应用到自媒体的经营上面去把它做好。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自媒体真正的核心，自媒体真正的核心应该是忠于自己的，所以说它是无法可说。就是说，没有绝对说怎么样子是对，怎么样子是错，也没有绝对说什么样的做法是好的或不好的。每个人都能够找到一种最适合自己的做法。也许这个方法对某个人来说是不好的，但是另外一个人却有可能把它发挥得非常好。就像穿衣服一样，没有说哪一件衣服好看或不好看，对的人穿出来就好看。然后想到自媒体这件事，又回到我们最近读的谈经内容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神秀和慧能穿越到现代做自媒体，他们的流量谁会比较大？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你想想看，我们前几集有提到五祖弘忍出了一道作业，五祖弘忍出的这道作业其实就好比让每个人去做自媒体一样。怎么说？他说呢，你们把你们自己内在的那种智慧，就像我说的，每个人内在都有智慧，每个人内在都有一种丰盈的一种喜悦感，你有一种真善美。然后呢，五祖弘忍的作业就是说，每个人你们去发掘自己内在的智慧，内在那种丰盈的喜悦，内在的那种真善美，你想要涌现、想要表达的东西，你把它发掘出来，然后呢，用一首诗句的方式呈现出来。那如果穿越到2024年的话，会怎么样呢？五祖会说，你们每一个人去做一个自媒体，将你自己内在的智慧，将你内在的丰盈的喜悦展现出来，然后呢，做成一个自媒体的频道，做成一个自媒体的视频内容来给我看。如果有谁做得好了，做得对了，我就将第6代祖师的位置传承给他。换句话说呢，五祖弘忍所要的，并不是每个人去把自己的知识、把自己的见解、把自己的某一种想法和意识所表达出来，他不是，他是说，就像慧能和五祖刚见面的时候，他有提到，人有南北，人有各式各样的分别，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每个人穿衣风格都不一样。但是呢，慧能告诉五祖说，我们的佛性是一样的啊。换句话说什么？我们每个人内在都有一个很无限、很丰盈、很喜悦、很有智慧的一个内在，这个是每个人都有的。换句话说呢，每个人都是这个无限大的这个智慧和丰盈喜悦的一种表现的载体而已。就是说，其实如果佛家的概念，我们用现代化的方式来表述，就好像
每个人都是佛，每个人都是佛性具足的，就是说我们内在都有一个最好的自己，最有智慧、最喜悦、最丰盈的自己。但是呢，这个丰盈的自己在每个人身上展现的方式不一样。佛性是平等的，但是呢，佛性在每个人身上展现的方式不一样。所以说，每个人虽然说外在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可是每个人的内在都有一个共通的丰盈的智慧、丰盈的喜悦，在我们的内在当中，这是每个人平等的。但是这个喜悦展现出来，在每个人身上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如果你看的是一个人的外在，你就看到人有南北，人有各式各样的分别。但是如果一个与自己内在丰盈的喜悦连线的人，他会领悟到，就像慧能读了《金刚经》，他跟自己内在的丰盈的喜悦连线了，然后他发现这个东西应该每个人都有的，所以他跟五祖初次见面，他就告诉五祖说：“五祖，我问你一件事情啊，我们内在丰盈的喜悦这件事情，是不是我跟你都一样的呢？每个人都有的呢？每个人，全世界几十亿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外表个体，但是每个人内在那个丰盈的喜悦是平等，大家都有的。就像一首歌、一件衣服，穿在每个人身上，可以显现出不同的风格。所以说，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那五祖弘忍就让他所有的徒弟说：你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你们每个人去找到自己内在的那个丰盈的喜悦和智慧。你们把它发掘出来呢，然后用你自己自媒体，用你自己独一无二的方式展现出来，写成一首诗句，好，做成一个自媒体的内容来跟我们分享，就像我们现在做自媒体一样，分享，然后让大家来看。然后呢，我们每个人去看看，说，哎，这个人他所展现出来的，他属于自己内在的智慧、喜悦，或是说他的特色。然后呢，如果我们发现这个人，哎，他确实，我们从他的诗句，从他的自媒体的分享内容当中，展现出了他内在属于他自己独一无二的喜悦和智慧的那种丰盈的那种内在的特质，成功的展现出来的话，哎，我们就喜欢，就点个赞，对不对？所以五祖弘忍就这个意思，你们每个人都把自己内在的智慧去发掘出来，然后转换成一种表现方式呈现出来。如果我看，哎呦，你虽然每个人写出来的诗句可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但是每个人内在智慧、内在的喜悦是一样的。那五祖会看你每个人呢，你把自己内在的喜悦、内在的智慧显现出来，写成一首诗句。那五祖是很有智慧的，他如果感觉到说，你这个内容确实呈现了出了属于你自己独一无二的特色和智慧的话，那我认可你，我就可以将第六代祖师的位置传承给你。因为当时的时代就是很少人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只要有人能够做到，他就有这个资格这样子去继承。而这个是达摩祖师传法到中国以来，一直希望慢慢相传，最后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去开发自己内在的智慧，内在的那种很丰盛的喜悦感。那慧能呢，他就是有发现到这件事情，去跟五祖报告。五祖告诉他说，你说的你告诉我的这件事情，它是很有用，非常有价值的。那我来试着让我所有的徒弟做这件事情，也透过这个机会来决定接班人。那神秀，我们把五祖这个作业相当于他出了一个作业，要让每个人去经营自媒体。这个时候我们也会发现一个现象，很多的人，绝大多数人90%几的人，他说，哎呀，我何必那么辛苦去做自媒体呢？他说，我何必那么辛苦去写这个诗句呢？我何必那么辛苦的去发掘自己内在的智慧和喜悦呢？不用那么辛苦嘛，只要谁，我心目中的这个偶像，或是我心目中的这个领导人，或是说我心目中社会上的一个成功人士，我只要跟着他们走就好了嘛。我心目中最厉害的一个老师，我只要跟着他们走就好了嘛。我何必那么辛苦的去开发自己内在的智慧呢？这样子，绝大多数人都做了这个反应。其实这是很可惜的，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
佛性佛家是用这个佛性的名词来称呼，但其实我们如果我们不要去在意这个名词就是说内在的智慧和丰盈的喜悦，这是每个人都具足的，这是每个人都具足，每个人都平等的。但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懒得去开发和让自己内在的智慧和喜悦有一个展现的空间、展现的平台。大家都宁愿说去听别人告诉我怎么做，我就跟着做就好。别人告诉我什么是对的，我就做；别人告诉我什么不对的，我就不做。然后别人告诉我什么是好的，整个社会告诉我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那符合这个社会上所谓的好的事情，大家就会认可。如果有一个人做的事情不符合大部分的人认为的好，他就批评说这是不好的，所以有了善恶之分。所以说，当每个人没有去开发自己独一无二的内在的时候，用自己独二的方式显现出来，然后呢，90%几的人都听某些代表性人物告诉我怎么样只是对，怎么样只是错。如果大部分人都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有二元对立出现了。因为有一群人认为这样做是好的，然后呢，另外一群人认为那样做是好的，然后两个意见是不一样的。那90%几的人都习惯于听别人的意见，就像《六祖坛经》里面，90%几的徒弟都说：“哎呀，我不用那么辛苦去开发内在的智慧啦，我不用那么辛苦的去写一首诗来表现自己给师父，有什么用呢？我就跟着别人做就好了嘛，反正以后一定是别人在带领我们，我们就跟着走就好了。”当大部分人都做这件事情，都不去发掘自己内在智慧的时候，他们跟着某些特定的善恶标准，某些认为大家都觉得好的事情去做的时候，他就开始分别。有些人做的跟我不一样，观念跟我不一样，我就讨厌他，我就批评他。然后跟我一样的，我就觉得这是好的。那不同族群的人都认为自己的意见领袖，或是说自己心目中代表性的这些想法是对的，然后别人是不对的。那另外一群人也认为说我的观念是对的，我的意见来源，我的代表性的领袖是对的，跟我不一样的是错的，那就形成了二元对立、善恶对立。所以说，为什么佛家说这种善恶的对立不是究竟法？因为它并没有让每个人表现出自己内在的神性、内在的智慧、内在的喜悦。这样子的模式只是让很多人跟随某一部分的领袖的观点去走，去带着被他们带着走而已。但是大部分的人没有去发掘自己内在的智慧，所以他们没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特色出来。那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重要？就像我说，我们有提到的，佛性是平等的，但是在每个人身上展现方式不同。当你去看外在的时候，你认为大家都是不同的。但是当你去发掘它的内在的时候，只要它是源自于内在真实的展现，那它就是好的，它就是有它的价值的。当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人的内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互相理解和包容。当我们都不去发掘自己的内在，我们只是跟随着别人告诉我们怎么样子做对，怎么样做不对的时候，我们就陷入了对立了。所以为什么要越来越多的人去发掘自己内在？就是因为现在的社会走到这个阶段了，我们必须要每个人都要能够与自己内在的智慧连线，我们才能够学会如何去包容不一样的人，才能够学会体会到什么是佛性，而且它佛性在每个人身上展现出来都是独一无二的。也许你看到一个人跟你所谓的标准是不同的，但是他的表现，如果他也是源自于他的真实的内在的话，他也是佛，他也是佛性的展现，它是佛性的一个特色的展现。所以佛经里也有提到说呢，我们这佛性就像一个摩尼宝珠，一个光一样，然后呢，它透过不同的滤镜、不同的层面映射出来，它就显现出了不同的颜色、不同的特色。就像我们所分享的，每个人内在的智慧、内在的喜悦，透过每个人这个个体所彰显出来的是不一样的面向。那大家以为说，哇，人有南北之分，每个人是不一样的，然后形成了
大家跟随了自己心目中的意见领袖，形成了不同的派系，造成了善恶对立，形成了不同的宗教分别。但是呢，佛经里面有说，这个摩尼宝珠，这个内在智慧，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平等的、清净的。所以说，你们所看到的这些分别和不同，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特色，但是呢，其实它的内在都是那个无限丰盈的喜悦、无限的智慧所涌现出来的某一部分的特色而已。所以佛经说，摩尼宝珠它映射出不同的光线、光芒和不同的形象，然后大家人都以为说这些不同的形象，有的人认为这个形象是摩尼宝珠，有人认为那个形象是摩尼宝珠，然后大家产生不同的分别对立。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佛陀说大家都不知道，其实这些全都是摩尼宝珠发出来的光芒，只是它显现不同的特色出来而已。这样，所以说我们回到这个坛经，大部分的人听到了无主出的作业，他都放弃作答，因为他没有想要费心去发掘自己内在的喜悦和智慧。那神秀就是所谓的意见领袖，他就是所谓的一个领导者的地位。然后当他发现大家都不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为了要带动大家，然后他就费尽了思考，想说我要怎么样做才对，要怎么样做不对，然后他就有很多的取舍，很多的困难的抉择。但是呢，就像我们回到我们做自媒体一样，每个人做自媒体一样，当你去考虑很多事情，说别人的意见，到底怎么样子频道怎么起步是好，怎么样起步是不好？当你考虑那么多东西的时候，你就陷入了一个很困难的抉择当中。但是当你发现到一个盲点，其实每个人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说无法可说，绝对没有一个固定的法则说到底怎么样子经营频道是会成功，是会有效的。就像没有一件衣服是所有的人穿起来都好看、都适合的。没有这样的一件衣服是适合所有的人的。所以说，其实关键的核心，自媒体的真谛其实是自己展现自己内在的丰盛的喜悦。每个人内心里面，你去找到一种很丰盈的喜悦，然后你试着把这个丰盈的喜悦用最适合自己的方式表现出来，然后你再参考所有的人的意见，挑选适合你自己的来运用出来，那就是你独一无二的自媒体。所以说，3种人，第一种，不做自媒体的人，我何必那么辛苦做自媒体呢？我就看别人的频道就好啦。第二种，神秀，很辛苦的去分析和研究，到底怎么样做对，怎么样做不对，怎么样做流量会增加，怎么样子做妨碍到了流量，思考了这么多，可是他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你到底是谁？你内在的那个创作的那个灵感到底是什么？你内在那种丰盛的喜悦感觉，让你想要做自媒体的初衷到底是什么？你不断的去思考说，到底很多大网红，他们怎么做成功？他们做什么内容成功？做什么内容流量很多？一直去思考这些问题，然后自己不知道该怎么下手，好难取舍。但是忘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到底是谁？然后让你做自媒体的那个内在的那个创作的灵感来源到底是什么？他到底想要表现什么？他到底想要说什么？他到底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现自己？我们内在的那个智慧啊，就像一个能量的一个喷泉一样。然后这个喷泉在每个人从每个人的身上，他都想要展现出不同的特色和火花出来。所以说，如果每个人都让自己内在的这个很丰盛的喜悦去透过自己的这个独一无二的个体去展现出独一无二的特色的话，那这个世界就会非常精彩。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创作者，然后这个无限的智慧、无限的喜悦，透过每个人去彰显出了不同的精彩，那这个世界就变得非常的丰富，是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慧能呢，它代表是什么？放下了一切的知识，他没受过教育；放下了一切的地位，他地位是最差的；放下了一切的金钱，因为他也没什么钱。我们做自媒体，不要考虑的钱的问题，不要考虑地位的问题，不要考虑名声的问题，也不要考虑所谓的知识、所谓的法则、所谓的公式，都不用考虑这些。慧能说什么？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就是无限的福田。所以说，每个人我们要去发掘的是自己内在那种无限丰盈的喜悦。你做什么事情是让你觉得
有源源不绝的快乐和热情的。我们应该要让这个快乐和热情透过我们独一无二的个体去展现出来，展现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风貌，那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当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像神秀一样用思考的，但是陷入了很多很困难的取舍当中。但是也许有一天，我们也可以把这些规则和这些框架全部都放到一边去。我们先问问自己，我是谁？然后呢，去感受到自己内在那一种很丰盛的喜悦。然后呢，试着将自己内在那种独一无二的喜悦感，透过我们这个独一无二的个体，去展现出自己独一无二的风貌，那就是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特色的一个媒体。每个人，不管你有没有做自媒体，你本身既然有这个肉体，你就是一个自媒体了，你就是内在神性的一个独一无二的展现了。所以说，挖掘自己内在的神性，挖掘自己内在的喜悦和智慧，用自己独一无二的方式展现出来，那你就是最好的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很多人会告诉你怎么样子做对，怎么样做不对，形成不同的派系，善恶分别对立，但是这些东西都不是永恒的，只有每个人内在的那个喜悦、那个智慧的源头才是永恒的。但是呢，它在每个人身上彰显出不同的面貌来。所以说，学会去欣赏每个人展现出来的特色，并且发掘这些特色背后的那个源头，那是最重要的。那今天分享的东西还蛮多的，那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边。希望说大家提供给大家一点不同的思路哈，就是你是大众呢，还是慧能呢，还是神秀呢？那你觉得怎么样做比较好呢？你觉得怎么做自媒体比较好呢？那如果说不要讲自媒体，你觉得做人处事要怎么样才好呢？当我们有这样子的思路，我们就不容易陷入到分别对立之中，我们也不容易说，哇，我的意见领袖怎么说，那他怎么说，然后大家去吵成一团。我们应该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怎么样做对于个人能够生活得很好，怎么样做对于家庭能够生活得很好，怎么样做对于社会能够生活得很好，而不是去不断的争斗。因为你争斗到最后，到底社会有没有过得好，家庭有没有过得好，个人有没有过得好，那才是最重要的。好，那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咯，那我们就明天见了，拜拜。